我在回家的路上和一个货车相撞，司机为了减少损失，将本是轻伤的我来回碾压致死。那日是星期五，我正急着回家看望奶奶，就在转弯时，我被一辆货车撞飞。我挣扎着起身，却再次被撞到。货车来回碾压我的身体，原本只是轻伤的我被碾压致死。其实对于他们大货车司机来说，这只是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。比起撞伤后无止境的赔钱，他们更愿意将人撞死，一次性赔完。我的灵魂飘到天上，看着他骂骂咧咧打了2通电话后，开着车跑了。等路人发现我的尸体时，张勇已经逃之夭夭了。这里是乡间小路，根本没有监控，没有人知道我是怎么死的，没有人知道那种被碾压的痛苦。我的尸体送回家的时候，张勇也在人群中。警察同情地望着年迈的奶奶，欲言又止。老人家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请节哀。他们对奶奶说，这件事已经在调查了，但目前肇事司机逃逸了，那里又没有监控，一时间找不到线索。张勇就在人群中低着头笑，轻蔑地看着人群。奶奶悲痛欲绝，抱着我的尸体险些晕过去。张勇假装热心冲上去扶奶奶，还给了奶奶1000块钱。一番热心举动让围观群众直夸他好心肠。在人群散去的时候，张勇卸下伪装，他对着还在哭泣的奶奶扑哧一笑，轻蔑地说：笑死我了，你们这群傻蛋，居然还以为我是好心肠。奶奶惊愕抬头，忽然明白了什么，今天从这里经过的货车就你一个，是你撞死了妙妙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你还我孙女，还我妙妙。奶奶歇斯底里扑向他，却被他一把甩在地上。你个老太婆，反应倒还不慢，还算有点意思。奶奶的身体重重磕在地上，我似乎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。张勇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一脸虚伪地说：我也不想撞他的，谁叫他突然冒出来，我又来不及刹车，只能怪他运气不好喽。奶奶忍着痛挣扎着起身，指着张勇骂道：你个挨天杀的，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。张勇毫不在意地起身，他当着奶奶的面把裹着我身体的白布掀开。无所谓，你随便骂，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。我支离破碎的身体展示在奶奶面前，她眼泪如决堤般涌出。张勇冷哼一声，要不是他突然冒出来吓我一跳，害老子心跳加速。反正你们家就你跟他死了也算给你减轻负担了。奶奶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张勇说的话就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。我只有一个妙妙啊，他才不是我的负担，他是我的唯一寄托了。你杀我的妙妙，你不是人。奶奶疯了一般爬起来，从厨房拿起菜刀冲向张勇。张勇被吓了一跳，骂了句疯子。奶奶挥刀砍向张勇，被他转身躲过。奶奶年迈，追了2圈就体力不支了。张勇见奶奶停下来喘气，他反过来一脚踹在奶奶腰上，奶奶被踹倒在地，那把刀就抵在奶奶腰上，鲜血流了一地。张勇见状，捡起刀，在奶奶身上补了一刀又一刀。奶奶渐渐失去了呼吸，她死的时候眼睛还盯着张勇。张勇在奶奶身上踩过去，骂了声傻叉，这里没有监控，杀了人都抓不到我。一瞬间，我的愤怒达到极致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他杀了。张勇大摇大摆地从房子里出去，丝毫没有犯罪感，因为没有监控，也找不到证据，而且他还有几个位高权重的亲戚能帮他摆平一切。但我不是人，惩治他不需要证据。张勇拿走了他给奶奶的1000块钱，走之前还在我家里搜刮了一番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找到。他骂骂咧咧地踏出房门，我一路跟着他，随他回了家。他的妻子杨玉琼做好了饭等他回家，他的儿子张光辉听见他回来，欢快地叫着爸爸。一切是那么温馨。如果我没有被撞死，我和奶奶应该也是这个画面。凭什么杀人凶手享受幸福，而我和奶奶凄凉悲苦？我恨，
我看着餐桌上张勇得意的嘴脸，他一边喝酒一边狂妄地说：“我今天撞人了，但是1分钱没赔。抓我？就那些人一点本事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抓得到我？”杨玉琼嗔了他一眼，劝他别这么自大。张勇扑哧一笑：“你老公什么实力你不知道呀？当初你不就是看我实力强才嫁给我的吗？”“对，我老公真厉害。”杨玉琼在张勇脸上吧唧一口，张勇嘿嘿一笑。我冷眼看着他们，心中的恨意几乎快溢出来了。终于，时钟的时针指向了12点，我已经死了3天了。棺材子肉身死后3天内没有回阴间，就意味着成为真正的鬼。也就是说，我将不再受阴间统治，也不必遵守人间规矩，为我和奶奶报仇。深夜，张勇的呼噜声回荡在房间里，我飘荡在空中，好奇地贴近了他。怎么杀了人还能睡得这么香呢？他灼热的呼吸吐在我脸上，恶心的我险些反胃。一旁的杨玉琼也睡得很香。刹那间，一个念头涌入脑海，我附身到杨玉琼身上。第一次附身，她的身体很排斥我，我适应了好一会。几个呼吸间，我已经成功上了她的身。我缓缓起身，走到她的梳妆台前，拿起了她的化妆品，用最白的东西往脸上扑，再在面中画上腮红。镜子里，杨玉琼的脸色惨白如纸，红唇和腮红格外显眼。我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这个妆和我见过的白氏妆一模一样。我轻手轻脚爬上了床，缓缓躺在了张勇的旁边。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到床上，张勇起身准备上厕所。睁眼的那一刻，他差点魂都没了。卧槽！张勇浑身一哆嗦，身下有可疑液体流出。看他这狼狈样子，我忍俊不禁。杨玉琼迷迷糊糊睁眼，不耐烦地骂道：“有病啊！大清早的干嘛呢？”见杨玉琼行为正常，他松了口气：“你才有病呢！你没事化这个妆干嘛？像鬼一样。”“化妆？化什么妆？”张勇领着他照镜子，杨玉琼自己也被吓了一跳。我怎么可能化这种妆？我觉得不太对劲。杨玉琼担心地望向张勇，张勇却一脸无语的样子。是不是你梦游起来化的？我没有梦游的习惯呀。一阵风吹过，一股难闻的气味飘进鼻腔，他嫌弃地捂住鼻子。哪来的尿味呀？你没冲厕所吗？张勇脸一红，立马从衣柜里扯出一条裤子冲进卫生间。杨玉琼这才看到她的老公下半身湿了一半，顿时她的眼睛浮现出嫌弃，又瞬间隐藏了下去。张勇换好衣服裤子就上班去了，我和他一同前去。车库里几个男人一边分装着货物，一边聊天。哎，你们知道不？白河湾有个小女孩被车撞死了，据说肠子都出来了。另一个穿黄色工服的男人接道：“是不是弯道那里？”我看到视频了，那个女孩死状有点恐怖，看起好可怜。张勇点了支烟，慢条斯理抽起来。据说司机还逃逸了，人还没抓到呢。唉，可怜那个小女孩了，年纪轻轻，不知道被谁撞了哦。就是啊，她监护人好像是个70、80的老太太，不知道孙女没了她怎么过得下去。这司机真不是个人。张勇被烟圈呛住，他猛咳了2声，厉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人家司机怎样也不关你们的是吧？如果是你们，估计你们也会像那个司机一样跑路。黄色工服嗤笑一声：“我们才不会呢，我们还是有点良心的。”就是，你急什么？不会人是你撞的吧？张勇把烟狠狠戳灭。就算是老子又如何？有证据吗？他不挡老子路，我能撞他？几个男人了然地看着他，没再继续说话。我却明白了，原来不是所有司机会为了逃避责任而加重对别人的伤害。张勇还在讥讽其他人，却不知错的一直都是他。我附到他的身上，大喝一声，冲到几个男人面前。那几个货车司机不明所以，愣愣看着张勇。
我控制住张勇的身体，一个接一个的巴掌狠狠打在脸上，一边痛哭流涕一边道歉：我对不起那个小女孩啊，是我撞死了她，是我怕货物受损所以不敢刹车，是我怕没撞死会赔更多钱，是我追到人家里去气死了老太太，我不是人，我不得好死。那几个男人面面相觑，骂道：有病啊你对不起别人，那你就去自首呀。那几个男人像辟邪一样赶紧开车离开了。我使劲地扇巴掌，直到感觉张勇的脸已经红肿了，我才停手，然后退出张勇的身体。只见他晃了晃头，身体的控制权回归，他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痛？你们谁打我了？给我站出来！他环顾周围，但一个人都没看到。真是奇了怪了，看着张勇鼻青脸肿像个猪头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这个样子也太适合他了。张勇仗着家里有些关系，坏事做尽，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坏种。张光辉也遗传了他的坏种基因。小小年纪的他会用食物诱惑流浪猫狗，然后抓住它们，用小刀一寸一寸剥皮，残忍地欣赏小猫小狗痛苦的模样。有时候是张勇带着他，有时是他自发的。他喜欢当着其他猫狗的面解剖，然后看着惊恐的小动物们嘻嘻大笑。放学后，张光辉照例寻找小区的小猫小狗，这回在草坪上看到了一只戴了嘴套的柯基。他蹑手蹑脚走过去，贴近时一脚踹倒了柯基。柯基丰满的身子在草坪上打滚，嘴套也被踹了下来。张光辉捧腹大笑，没留意到远处冲过来的身影。我上了柯基的身，朝着张光辉冲过去就是一口，笑声戛然而止，变成哇哇大叫。张光辉捂着腿哭着回家找妈妈。我看到杨玉琼慌里慌张从隔壁房间出来，看见伤口，她心疼地问：儿子怎么了？张光辉说自己被狗咬了。杨玉琼眼珠一转，领着儿子到了草坪处，他拿着扩音器大声吼着：是谁家的狗咬了我儿子？自觉点出来，狗主人是一个20来岁的小姐姐。他调出了监控，画面上显示是张光辉先招惹的柯基，而且柯基戴着的嘴套也是被张光辉踹下来的。杨玉琼才不在乎是谁先动手呢，他儿子受了伤，总得讨点什么回来。他扯着嗓子吼：要我说，小区就不应该养狗，你们这些人养了也不好好看着，今天敢咬伤我儿子，明天就敢咬主子。小区有人看不下去了，帮小姐姐辩解道：如果不是你儿子先踹他，他怎么可能咬人？而且小狗戴了嘴套的，是你儿子把嘴套踹掉了，不然怎么可能咬得到？要我说是你儿子自作自受。杨玉琼叉着腰，眉毛斜飞。你们养狗的都是一伙的，根本不管别人怕不怕狗。群众呢，有不少人不养狗，只是了解了前因后果才为小姐姐辩解。此刻被他列入养狗系列，他们无语地翻着白眼。我不养狗，我就是觉得小姑娘有理。我也不养狗，但是我知道狗不会乱咬人。杨玉琼看越来越多的人为小姐姐说话，她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撒泼。你们就是欺负我人少，等我老公回来了，你们还会这么说吗？她说完就给张勇打了个电话。张勇很快就到了现场，他把袖子一撸，凶神恶煞地问：是谁欺负我儿子？众人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通，结果张勇根本不讲理。他站在小姐姐面前，咄咄逼人：你家狗咬了人，还想赖账？告诉你吧，我二爹是镇上最大的官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后悔。看着张勇不讲理的样子，小姐姐委屈但也怕爆，于是咽下委屈，准备扫码付钱。就在这时，张勇忽然面色一变，抽回了展示收款码的手机。他突然扯着张光辉的领子，脚踹在张光辉的腿弯，张光辉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跪在了地上道歉。张光辉捂着膝盖，哭得说不出话来。杨玉琼也懵了，立马去扶自己儿子。张勇，你发什么神经？张勇却一巴掌拍在杨玉琼脸上。都是你惯着儿子，明明是儿子先找事的。杨玉琼捂着脸，一脸不可置信。
他的面子都在这一巴掌下丢完了。这一变故让大家不知如何是好。小姐姐抱着柯基，尴尬地说：“没关系。”看着小姐姐离开，杨玉琼盯着张勇的眼神似乎在冒火，终于忍不住了，甩了张勇一巴掌。“你为什么向着那个女人说话？你会是跟她有奸情吧？”张勇浑身抽搐了一下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杨玉琼的巴掌打得更猛了。我慢悠悠从张勇身体里退出来，好笑地看着张勇百口莫辩的样子。张勇好不容易让杨玉琼冷静下来，就听到小区外传来了警笛声。警局内，张勇一脸嚣张地望着对面的警察，说：“我杀了林妙，你们有证据吗？就抓人。”警察紧紧盯着他，自然是有证据才请你来局子，我劝你坦白从宽。张勇不屑地笑了一声：“有个屁的证据，就算有老子也能摆平，你信不信？”警察狠狠拍了下桌子：“这里是警局，请你放尊重点，我又没犯罪，我怕个嘚儿。”警察着实被他嚣张的样子气到了，因为那段路没有监控，只有500米外公路上有监控，可那里通过的货车就太多了，而且监控设备老旧，清晰度难说。24小时内如果没有新的证据，他们就无法定张勇的罪。此外，张勇早就给自己找了替罪羊。2个小时后，张勇安排的替罪羊自首，他毫发无伤地出来了。我愤恨地看着嚣张的张勇，几乎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张勇的亲戚确实有本事，接下来的这几天，张勇什么事也没有，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。这天他们父子俩出门钓鱼，一大早提着渔具出发了。坐电梯下楼的时候，张光辉悄悄用渔具掀起前面小姐姐的裙子。小姐姐察觉到不对劲，扭头瞪他一眼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张光辉也不在意，依旧嘿嘿笑着。小姐姐问张勇为什么不教育孩子，张勇耸了耸肩：“小孩子而已，你别这么小气。”小姐姐想继续理论，但电梯到了。张勇摸了摸张光辉的头，轻笑着赞扬他：“我儿子真厉害，这么小就知道看美女了。我一直跟着他们，冷眼看着他们父子和谐的画面。”钓鱼的河边经常有一些小猫小狗，他们偶尔会来蹭些小鱼。张勇撑开鱼护：“今天日子不错，才1个小时就上了不少鱼。”他们身后一个草丛里，一只黄色的狗和一只灰色的猫从里面冒出来，小猫亲切地喵了一声。张光辉眼睛一亮，他招呼着小猫过来。小猫咪警惕性低，他准备上前，却被张光辉扔的石头砸了正着。张勇看见了，高兴地夸了句：“儿子好样的，我们辛苦钓的鱼，他还想吃白食，儿子打得好。”张光辉被夸得飘飘然，他捏起石子准备打狗。黄狗跑了一段路，隔着10几米看着他们，汪汪叫着。我附在黄狗身上，召唤出周围的狗。张光辉拿着石子越砸越起劲，他追着黄狗一路跑了上百米，笑嘻嘻地捡起石子，正准备砸，他忽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几只狗奔腾而来。我带头一声嚎叫，瞬间狗群形成包围的攻势，冲着张光辉龇牙咧嘴，尖利的牙齿反射着口水的光线。局势瞬间反转，张光辉吞着唾沫，急得哭腔都出来了：“爸爸救我！”可惜张勇听不见。狗群一拥而上，疯狂啃噬着张光辉。他一个小孩子，细皮嫩肉的，瞬间就被咬得皮破血流。可惜还没啃完，张勇就赶来了。我叹息一声，真是可惜了。要是张勇再慢一点的话，张光辉就保不住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下一次小坏种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张勇把儿子扶起来，看了看伤势，屁股和大腿都被咬了，深浅不一的几个牙印还在往外冒血。那边舆情不断，张勇根本舍不得走。儿子，男子汉要耐得疼，不要哭了，像什么话？一点小印子而已，这点疼还是可以忍受的。再说了，你打过狂犬疫苗，不怕的。说完，他就丢下张光辉去钓鱼去了。
突然张勇大叫一声：卧槽，好重！这条是个大鱼，张勇肉眼可见地兴奋起来，他的鱼竿被绷成弓状，他不断拉扯，鱼终于被钓上来了。然而在看见鱼的那一刻，张勇的兴奋戛然而止。那鱼翻着白眼，明显已经死了很久了。钓鱼的人都听过一句话：死鱼正口，收竿就走。张勇可不管这些，他把死鱼一扔，骂了一句晦气，就继续钓鱼。他把鱼竿甩进水里，没过一会又有鱼咬钩，他得意地笑着。这次的鱼更大更凶猛，张勇怕鱼把线给崩断，一边耐心地溜鱼，一面喊张光辉准备。这条鱼在水里翻腾，冒出水面的部分可以清楚看到，这是条重达20斤的大鱼。这条河很少出现这种大鱼，张勇两眼发光，催促张光辉拿好抄网。突然那鱼一用力，猛地一挣，鱼竿瞬间从手中溜了出去。张勇一急，眼里只有溜走的鱼和鱼竿，他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双手抓住鱼竿不放，一面催促张光辉。河道的水不深，但是挺急，湍急的水流下，张光辉根本听不清张勇在说什么，情急之下拿着抄网网鱼，他感觉网到了什么东西，于是用力往上拖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不由得哈哈大笑。张光辉抄到的哪是鱼，那是他亲爱的老爹呀！渔网套住张勇的头，他没法上浮，腹腔中的空气越来越少，他拼命地挣脱渔网，却再次被按下。我坐在岸边，兴奋地拍起了手。这可不是我干的，我只帮他上了条死鱼，这一切都归功于他的贪婪。我本来想直接上他的身，淹死他，可那又太便宜他了。眼看张勇被水呛得无法呼吸，差点就要嗝屁了。岸边突然传来一声惊呼声：救人！有人溺水了！一个汉子掀开抄网，猛地扎进水里，一手夹着张勇往岸边游来。我失望地摇头，唉，这都不死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毕竟我也想让他尝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。回到家时，张勇一身湿漉漉，张光辉一身血渍。杨玉琼气不打一处来，痛骂了张勇一顿后，带着儿子去了医院。张勇一脸不耐，就这点小伤还去医院，你就惯着他吧。杨玉琼走后，张勇把购置的毒药拿了出来，他把药拆开，混合在肉里面，肉泥混合狗粮、猫粮，被他放在了猫狗出没的地方。他觉得一切都是那群猫狗的错，不然儿子也不会被咬，老婆也不会骂他。他永远不觉得是自己的错。远处有一间小屋，里面有一只狗。狗远远地听到张勇的脚步声，立刻嚎叫起来。因为有链条拴着，狗无法冲出来。他眼珠一转，把裤子一解，对着狗撒尿。黑狗被尿滋了一身，它龇牙咧嘴，嘴里发出威胁式的低吟。我心念一动，链条赫然出现一个缺口。突然黑狗猛地一冲，链条被崩断。张勇来不及反应，就被黑狗猛地一扑，下半身被黑狗一口咬中。那一刻，整个河边都听得到他的惨叫声。他强忍着痛想从狗嘴逃生，却又被黑狗咬了几口。见张勇捂着下体连连惨叫，狗主人连忙开车送张勇去医院。张勇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了，一醒来他就看到医生复杂的眼神。张先生，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，你想想听那个。张勇不耐烦，赶紧说。坏消息是你那功能没有了。张勇两眼一黑，差点晕倒。他晃了晃头，就听到医生继续说道，好消息是你年纪大了，那功能本来就不行了。他再也承受不住，两眼一翻晕了过去。杨玉琼刚把儿子送回家，收到张勇的信息，又赶往医院去看张勇。我附身到张光辉身上，搬来板凳，将柜子上一个纸箱子拿了出来。箱子掉落在地，里面的火腿肠薯片掉落出来，我唇角微扬，从张光辉身体分离。果然见到张光辉擦了擦嘴角的口水，迫不及待撕开了包装。看他吃得津津有味，我默默扬起了笑容。
等张勇和杨玉琼回来时，只看到一具冰冷的尸体。他们急忙拨打了120，送到医院折腾了半宿，医生从 ICU 走出来，无情地通知他们张光辉已经死了，被送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，死因是食物中毒。张勇根本不敢说是自己买的毒火腿、毒薯片，他避开杨玉琼的眼神，心虚极了。医生望向杨玉琼，是吃了有毒的薯片和火腿肠，送来的时候也太晚了。杨玉琼一下就明白了，他一巴掌甩在张勇脸上，你把毒药放家里干嘛？为什么不处理干净？为什么要放在儿子拿得到的地方？他一连几个质问，逼得张勇说不出话来。杨玉琼的拳头像雨滴一般落在身上，他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只是面色痛苦地流着泪。我只觉得好笑，他害得别人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怎么轮到自己了？就这么痛苦。这一次，张勇和杨玉琼感情彻底破裂了。杨玉琼开始对张勇爱答不理，甚至很多时候都不回家。两个人越来越沉默，渐渐的一句话也不说，一说话就是吵架。我一边观察张勇，一边留意着警局的情况。我了解到张勇亲戚给了替罪羊80万，替张勇坐3年牢。那个替罪羊家有重病的爸爸，不得已接了才接了这个。经过我一番侦查，我了解到张勇的亲戚是这里的地头蛇，不仅有众多黑道的兄弟，连某些地方官都和他们有联系。我理了理关系网，默默记下那些人的名字。接下来就该让张勇感受一下被所有人痛恨的感觉了。张勇照例每日去货车公司上班，只是今日我看见张勇走后，杨玉琼立马进了隔壁的房门。屋子里，杨玉琼小鸟依人倚靠在周哥身上。张勇还什么都不知道，他甚至都不知道张光辉不是他的孩子。我扬起一抹坏笑。下午张勇把货物运送完，提前结束了工作。我附在他身上，指引他回家。到了隔壁，我用张勇的身子翻身进了花园，找了一个隐蔽的角落，在那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床上那个翻滚的杨玉琼和周哥。做好准备后，我退出他的身体。退出身体后2秒，张勇就清醒了过来。他狐疑地看着眼前陌生的环境，然后就看到了令他气血逆流的一幕：杨玉琼趴在周哥身上，说着暧昧的话。张勇瞪大眼睛，我看到他的瞳孔猛地收缩，拳头狠狠捏紧。他走过去，砰的一声砸碎了玻璃窗。屋内两人浑身一震，抬头望见他。张勇拳头流血，眼神像是要喷火一样。你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的？张光辉不是我儿子吧？难怪跟老子没有一丁点像。奸夫淫妇，他妈的，老子养你养了一辈子，回过头来养的是别人的崽，活该他死得早。张勇劈头盖脸的一顿骂，杨玉琼再也忍不了了。张光辉是不是你的儿子已经不重要了，你已经把他害死了。你做事冲动又不考虑后果，只会吹牛。要不是我妈非要我和你在一起，我怎么可能跟你结婚？你有周哥一半好吗？你有他帅吗？你有他温柔吗？杨玉琼情绪也失控了，一股脑把多年的怨言吐出来。张勇越来越气，竟举起了拳头准备打杨玉琼，被周哥一挡，他更怒了。奸夫淫妇，该死！他情绪失控，发了疯地冲向周哥。杨玉琼也反应过来，帮着周哥打张勇。张勇双拳难敌四手，被狠狠揍了一顿。他被揍得鼻青脸肿，出来的时候像个丧家之犬，皮肉的痛，丧子之痛，被妻子背叛的痛齐了。月光下，张勇站在河边，捡起石子狠狠砸向水面。他咆哮着质问苍天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因果报应呗。忽然张勇脸色一变，我就知道有古怪。他急匆匆地回家，调出了家里的监控。监控中，张光辉叠着2个板凳，稳当地拿下了纸箱。那个纸箱本来是他的视角盲区。张勇忽然明白了什么，他立马开车去道观，请了一个道士回来。
他倒也不算太笨，还知道是我搞的鬼。可惜他怎么也算不到，我根本不怕道士。道士一进屋，又是点香，又是挂幡，一番折腾，却还是找不到我的踪迹，因为我早已上了道士的身。我抚了抚拂尘，对张勇说道：想要破解困境，那么你就按贫道说的做，买上300支烟，去白河湾河口处坟前磕个300个响头。张勇犹豫地望了我一眼，我大喝一声：还想继续倒霉下去吗？不想不想。张勇买好香，我领着他到了坟前。这是奶奶的坟，我要他为奶奶道歉。刚下过雨，泥土还很湿，坟头很新，也很潦草。我咽下内心的悲痛，一脚踹在张勇身上，磕头认错。张勇麻溜地磕起来，一个接一个，足足磕了300个，坟前的泥土都被磕出一个坑。我忽然就笑了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奶奶，你在下面看到了吗？我把张勇带来了，我给您报仇了。张勇反应过来了，愣愣地看着我。你是被我撞死的女孩。道长的脸配上狰狞恨怒的表情，显得诡异至极。是啊，我就是那个明明可以陪奶奶安享晚年，却被你碾压了一遍又一遍的灵庙。你真该死啊，张勇！张勇吞了吞口水，哆哆嗦嗦地说：是你自己突然窜出来，我才撞上的，也不能全怪我呀。听着他狡辩，我冷笑一声：那我奶奶呢？你该如何解释？你漠视人命，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你这种才该死，下地狱去吧！说完，我高扬起手臂，用拂尘狠狠打在他头上。因为有法力加持，张勇很快被打得神志不清。我把他带回了家，写了一封自首信和检举信，再把它们贴在小镇的每块墙壁。做完这一切，我附身在张勇身上，静静坐在路边等待。终于一辆大货车驶过，我用他的身体撞了上去，